各位老朋友，我是佑丽，快过年了，先不聊养生，聊个实际的话题。你手边的钱够不够安安稳稳过完这个年？这么问，可能问到很多长辈的心坎里。过年开销大，要办年货，要奔红包，如果账户里能多出一笔钱，哪怕几千一两万，是不是肩膀都松了些？这不只是做梦。最近确实有好消息，跟咱们每个人都有关系。政府知道大家年关手头紧，按老规矩会把原本月底才发的养老钱、救命钱等提前打到账户。有些长辈运气好，还能多领一份过年红包，最高能有6000块，听起来像天上掉馅饼。但在开心刷存折前，佑丽必须郑重提醒，这馅饼得接稳，不然可能刚到嘴边就飞了。为什么？因为有些长辈可能有历史遗留问题，比如未清的卡债、贷款或替人担保留下的麻烦。如果账户被银行或法院盯着，钱一进来，叮咚一声，下一秒就可能被划走，别说买年货，连顿丰盛年夜饭都成问题。所以今天的内容很重要，我要一步步带你搞清3件事。第一，哪几笔钱会提前发，何时发？第二，什么人有机会拿那份过年红包？第三，也是最核心的，我们该怎么像修防火墙一样，把这些盼来的钱保护好，不让他们被轻易扣走。你跟着我的思路来，就能把这个年过得既安心又宽裕。我们先说第一件事，就是哪些钱会提前，具体提前多久到你的账户。平常咱们领的这些钱，像劳保的老年年金、遗属年金、失能年金，还有国民年金的老年给付、遗属给付，以及老农津贴、身心障碍者的生活补助，这些款项通常都很固定，在每个月的25号到30号之间进账。如果过年是在2月中旬以后，那影响还不大，但像2026年这个农历年，它来得特别早，1月底就是除夕了。政府当然不会让大家空着钱包过年啦，所以他们会在春节假期开始之前，就协调好各个单位，把这些钱统统提前发出来。按照往年的惯例来看，这个提前可不是提前1-2天哦。像劳保的年金，经常会在1月的15号到20号左右就发下来了。很多长辈都有这个经验，就是过年前大概1个多礼拜，去邮局刷一下存折，突然发现本子上多出了一整排的入账记录，这才恍然大悟，哦，钱已经提前到了啊。国民年金的发放时间也差不多，通常就跟在劳保后面，差个1-2天而已。至于老农津贴，它本来固定在每个月15号左右发，碰到这种过年早的年份，主管机关也会调整，想办法让农民朋友在过年前就能拿到手。另外，像身心障碍生活补助，还有好多县市自己发的老人生活津贴，也会跟着这股提前潮。有的地方甚至会把当月的津贴和春节慰问金2合1，一次性打给你，那数字看起来就更喜人了。那说到这里，你肯定要问，佑丽，那我到底该哪天去刷存折，才不用白跑一趟呢？我给你2个黄金时间点，你记一下。第一个时间点是1月15号以后，你就可以去你家附近的邮局、土地银行，或者直接用提款机补登一下存折，看看劳保年金或者国保年金的钱到了没有。第二个时间点是靠近春节放假前1个礼拜，大概就是小年前后，你再去刷一次。这个时候，老农津贴、身心障碍补助，还有地方政府发的各种慰问金，基本上也都该到位了。如果你同时有好几项收入来源，比如你既有劳保年金又有国民年金，或者同时领老农津贴和身心障碍补助，那你的存折上可能会分开好几笔入账，每一笔的金额和名目都不一样。你一定要耐心的一条一条看清楚备注说明，千万别以为是小钱或者利息就忽略了，那很可能就是你应得的福利。这里我特别想补充一个细节，很多长辈看存折有个习惯，就是只瞄最后那个余额数字，增加了就开心。但我真心建议你，这次把每一笔款项前面的摘要或者说明栏也仔细看一看，那上面写的字很重要，有的会写劳保老年年金，有的写国保老年给付，有的写 XX 县市政府社会局会，还有的写 XX 是老人津贴。你花2分钟时间把这些名目记一下，以后万一要咨询什么事情，或者需要办理变更，你就很清楚应该去找劳保局、国保单位，还是你们当地的区公所社会课了，能省下很多到处问的麻烦。好，搞清楚钱什么时候来，我们接着讲的2件让人开心的事，谁有那个福气，能多领一份最高6000块的过年红包？这里说的红包可不是人人都有的年金哦，它是各地方政府自己掏腰包额外加码发放的春节慰问金。
你能不能拿到这笔钱，跟你本人的身份，还有你住在哪个县市，关系非常大。我们先看身份，最常见能有这份福利的，主要是这么几类长辈。第一类是已经被认定为低收入户的长辈，第二类是中低收入户的长辈，第三类是子女不在身边或者没有子女的独居老人，第四类是领有身心障碍手册的朋友，或者家里有重度身心障碍成员的家庭。如果你或者你的配偶现在正在领取政府发的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生活补助，那么恭喜你，你所在的县市政府十有八九会在过年前给你多发一笔慰问金。这笔钱的金额每个地方不一样，有的是1500元，有的是3000元，条件好的地方可能给到5000甚至6000元，这完全要看当地政府的年度预算有多少，再看你居住的地区。以往像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南市、高雄市这些大的直辖市，以及一些财政比较宽裕的县市，通常都会有这类加码的过年红包。比如有的县市规定65岁以上的低收入户长者每人可以领3000元，中低收入户的长者每人领2000元，如果是独居的长者，可能还会再加码1000元。不过要注意哦，如果你同时符合好几项身份，比如你既是低收又是独居，很多时候政府会选择一个金额最高的方案发给你，而不是把两项的钱加起来。这个规则各地不同，一定要以当地公告为准。那你肯定会问，佑丽，我怎么才能确认自己有没有这笔钱，别傻傻的错过了呢？别急，我教你3步走。第一步，你先确认清楚自己现在的身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出你平时领老人生活补助或者相关补助的通知单，上面一定会写明你的类别是低收入户还是中低收入户。如果找不到单子，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打电话到你户籍所在地的区公所或乡镇市公所的社会科或社福承办单位，报上你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请工作人员帮你查一下。第二步，在1月初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家里有没有收到区公所寄来的信函或通知单。这种春节慰问金的发放，通常都会提前发书面通知，上面会写清楚发放对象、金额是多少，以及是汇款还是要去现场领。如果你觉得自己符合条件，却一直没收到通知，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一定要主动打电话去问，很可能是地址登记有误，或者信件寄丢了。你一问，你的红包就可能失而复得。第3步，就是在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春节前1周的时间点，记得去刷存折。如果看到有一笔款项，备注写着 XX 县市政府社会局或者 XX 公所春节慰问金，金额刚好是几千块，那没错，它就是你的专属红包了。还有一种情况比较特别，在一些传统的社区或者乡镇，里长或乡长可能会采用现场发放的方式，把慰问金用现金红包或者超市礼券的形式直接发到长辈手里。如果你住在这类社区，平时就要多留心一下里长办公室、社区活动中心或者庙口的布告栏，看看有没有张贴领取通知。到时候可能需要你带着身份证和印章，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去领取。这个一定要注意时限，如果错过了集中发放的时间，钱就会被退回公所，到时候你还得自己跑一趟社会课去申请补发，那流程可就麻烦多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今天最关键，也是我最想提醒大家的部分了。我们到底有什么办法能牢牢守住这几笔千辛万苦才等来的钱，防止他们刚一进账户就被银行或者法院一把扣光呢？这个问题非常现实，也是很多长辈心里最大的隐痛。你想啊，年轻的时候可能为了家庭、为了事业背过一些债务，或者出于义气帮朋友亲戚做过担保，这些陈年旧账你以为过去了，但他们可能一直以强制执行的形式跟着你。一旦你的账户被法院查封扣押，那么只要有钱进来，执行单位依法就有权直接划走，用来抵偿你过去没还清的债务。我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你辛苦工作，缴纳保费几十年，好不容易退休了，每个月靠着2万块的劳保年金，加上几千块的国民年金或老农津贴过日子。政府体恤大家，特地把钱提前发下来让你过好年，结果钱刚到你账上，短信通知音还没响完呢，就被扣掉一大半，甚至1分不剩。那种心情绝对不是失望2个字能形容的，这个年简直没法过了。正因为有这样的风险存在，政府的社福制度里才特别设计了一个安全屋一样的账户。
专门用来保护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的基本生活费用，它就是社会救助专户，有些地方也叫做保留款专户，或者通俗点叫救命专户。这个专户最大的作用就是给他一个免死金牌，只要是政府依法发给你的社会福利金、保险年金、各项生活津贴和补助，只要汇入到这个指定的账户里，那么银行和法院就不能对这些钱进行扣押或抵销。这就好比给你的养老钱穿上了一层坚固的盔甲。这个账户不是随便哪家银行都能开，一般有指定的办理银行，最常见的就是土地银行，有些地方的邮局也可以协助办理。当然，开这个户头是有前提的，就是你必须是正在领取政府相关年金或补助的人，并且经过申请，被认定为确实需要这种保护的人。具体该怎么操作呢？佑利，我给你拆解成几个步骤，你一步一步来，不要怕麻烦，这关乎你未来生活的保障。第一步是准备工作，你需要把身份证、印章、户口名簿都找出来，同时准备好你正在领取年金的证明文件，比如劳保局寄给你的给付通知函、区公所核发的补助核定通知书等等。有些银行为了确认你的主要收入来源，可能还会需要你提供最近几个月的存折复印件，上面有政府固定汇款的记录，这样他们审核起来更快。第二步就是带上这些材料，亲自去指定的银行柜台办理。到了银行，你不用紧张，直接跟柜台行员说，你好，我想要申请开设一个社会救助专户，用来接收政府的年金和补助，避免被扣押。银行的行员都受过相关培训，他们会拿出专门的申请表格协助你填写。在整个过程中，如果你听到什么禁止扣押条款、专户性质之类的专业术语不太明白，一定要马上问，可以请行员用我们平常聊天的大白话再解释一遍，等你完全搞懂了，确认条款对你是有利的，再签名盖章。第三步，也是绝对不能漏掉的一步，账户开好之后，你必须主动去通知所有给你发钱的单位，把你的收款账户变更成这个新的社会救助专户。领劳保年金的就要打电话或去函给劳保局，申请变更年金入账的账户资料。领国民年金的就联系国保的单位，领地方老人生活补助的就要去区公所的社会课，填写一份账户变更申请单。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你不开通这个通知环节，钱还是往你原来的老账户里汇，那保护就完全失效了。这些变更手续通常需要1到2个星期来处理，所以我的建议是越早申请越好，最好在过年前几周就全部搞定，这样才能确保过年那笔提前发的钱安安稳稳地落入你的保险箱。如果你不确定自己的账户现在是不是已经被盯上了，也有一个简单的自查方法，带上你的身份证和那个常用的存折，去你开户的银行柜台，直接询问行员，小姐先生，麻烦帮我查一下，我这个账户现在有没有被法院设定扣押，或者有什么其他的限制？行员在系统里一查就能告诉你答案，如果答案是有，那你更得立刻马上开始处理我们上面说的专户申请事宜。如果你的债务问题已经进入法院执行阶段了，情况比较复杂，我也给你指条路，可以寻求法律扶助基金会的帮助，或者去市政府、法院设置的法律咨询处预约一个免费的法律咨询时间，向专业的律师说明你的情况，看看有没有可能和债权人协商，达成一个分期还款的协议，或者从法律层面进一步降低你的年金被扣押的风险，这些都是可以努力的方向。除了这些比较技术性的操作，佑利再从生活经验的角度给你2个小建议。第一个，如果你家里有非常值得信任、孝顺的子女或亲人，在你确定钱已经安全到账，尤其是转入专户后的前提下，可以考虑把一部分钱取出来，及时转换成实实在在的生活必需品，比如提前买好足够吃到正月15的米、油、干货，或者备好常吃的药品，这叫落袋为安，食物为王，钱变成了物资，不仅解决了过年需求，也彻底杜绝了它在账户里可能发生的任何意外。第2个建议，我要用力敲一下黑板，千万要小心诈骗，不要因为你心里担心钱被扣走，一听到陌生电话说我们是银行法务部，你的账户即将被冻结，请按照指示操作 ATM 解除，或者我们是社会局，需要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审核之类的话，就慌了神。记住，所有关于社会救助专户的正当申请，都必须是你本人带着证件，亲自跑银行、跑机关柜台办理的，绝对不会通过电话、短信让你操作转账或提供密码。凡是让你这么做的，
100%是诈骗集团，盯上的就是你焦急的心理和账户里刚刚到位的这笔钱。佑利把今天的重点再帮你梳理一遍，让你心里有个完整的谱。第一，过年前，你的劳保年金、国民年金等各项补助会从1月15号左右起提前发放，一直持续到过年前1周，记得至少分2次刷存折，确认每一笔进账。第二，如果你是低收入、中低收入、独居或身心障碍的朋友，很可能额外收到1500到6000元不等的春节红包，务必留意公所通知，没收到就主动去问。第三，如果你有债务问题或担心账户安全，请立刻去了解并申请社会救助专户，把养老钱、救命钱放进这个法律保险箱，这才是守住未来生活费的终极方法。年关将近，手中有粮，心里才不慌。希望这些提醒能让你对过年开销更有底，尤其请有债务困扰的长辈重视起来，把申请专户当作头等大事来办。现在行动还来得及，别等钱被划走才后悔。你的安稳晚年值得这份保护。各位老朋友，你打算何时去刷存折？算算今年能收到多少过年基金？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如果觉得内容实在，请分享给需要的老邻居、老伙伴，你的转发或许就能帮他们守住一笔过年钱。我是佑利，祝你新的一年荷包满满，健康平安，我们下期再会。